便宜的多肉配土终于来了，适用于绝大多数的景天类多肉。话不多说，先看配方。所用到的基质：泥炭土、椰糠、火山石、蛭石、赤玉土和珍珠岩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多肉自配土的主要原则。多肉根系的主要需求是营养、氧气、水。根据这个，我们将土分为营养土、硬颗粒、软颗粒。自配的多肉颗粒土就需要兼顾这3类。营养土的主角就是泥炭土，硬颗粒以火山石为主，软颗粒以赤玉土为主。多肉植物的根系需要附着在柔软的基质上，所以这边建议颗粒用到70%就可以了。这里用2份椰糠土来替代了2份泥炭，在不委屈多肉主根的前提下，减少了营养的成分，加速色素积累的速度，让控氧更上一层楼。因为赤玉土的价格较高，所以替换了1份蛭石来帮助发根，1份珍珠岩。作为一款便宜的软颗粒，还是很值得使用的。这样一份配土的价格是多少呢？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，简简单单养美肉。前后做了4-5个版本的配方，单价从最贵的4块5毛6打到了2块4毛3。这里列出了使用的品牌和最终的价格计算表。计算价格的时候还发现，火山石因为本身的密度大，损耗也高，折合成体积计算的话，还真不一定便宜呢。而且在你筛粉和小颗粒的过程中，特别的费人工。所以小伙伴们按斤计算的土一定要算明白这个账哦。这个配方的价格算下来，每升体积是2块4毛3。以我最爱用的降尘土作为对比的话，降尘每升土的价格是5.98元，所以这份配方的价格还便宜了1半多呢。为了验证养护的实际效果，选了6颗新蚁群生来当志愿者。上盆之后，我们观察发根情况，记得回来追着看测评结果哟。写下墩墩，出结果了，我一一踢你们。多肉度夏都好好的，到了深秋居然嗝屁了，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这居然是晒伤。12年养肉老司机，一个视频告诉你秋季多肉晒伤如何预防，以及晒后如何修复。秋天多肉到底怎么晒伤的呀？其一，多肉度夏的时候不是遮阳就是有空调伺候，到了秋天正午的温度可不输夏天，失去了遮阳网的庇护，短时间的瞬时高温也可以快速的分解多肉的叶绿素，轻则多肉叶片发白，重则根茎叶同时受到高温灼伤，连抢救的机会都没给你。其二，秋季太阳角度会发生变化，原本晒不到太阳的花架深处，现在也会被太阳照拂到哦。你原以为安全的多肉，突然就被晒伤了。其三，秋季的湿度大大降低，土壤和空气的升温速度倒是越来越高，一天阳光直射的小高温足以堪比盛夏的杀伤力。其四，到了秋天，你浇水就不再小心翼翼，昨晚上刚进的盆，今天来个35度，不是清蒸多肉那是什么呀？这么难缠的秋老虎到底该怎么办？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，晒伤的多肉第一时间挪到阴凉处，保持通风，并且断水。7天后找个凉快的夜晚浇透水，观察叶片第2天能不能饱满起来。如果不能，继续断水7天，就看它到底能不能长出新的根系了。只要杆子还是健康的，叶片枯萎掉叶子都是正常消耗。这期间切忌散光养护，相当于让你的多肉重新覆盆，等待叶心长出新叶子，就算是渡过难关了。预防大过天，秋老虎要当做夏天来对待。养肉人每天都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哦，30度以上，遮阳网该拉上就拉上吧，风扇空调该伺候也得伺候。天气无常，气候复杂，千万别犯经验主义，只有灵活应对才能帮多肉保命。你们有没有受伤的小可怜多肉？快发来看看呀！绿油油的多肉想要上色，你家里的阳光又不够，你一定在等一款合适的多肉补光灯来救赎。养多肉12年，用了30多根补光灯，历时52天，对4款补光灯进行实测，快来看看结果吧。单排彩虹，灯下20公分处照度34000，灯和多肉的距离25厘米处，有效光照范围有23厘米。瑞士军工正下方25厘米处，照度可以达到25000，2万以上的高效照射范围有26厘米。元大利正下方20厘米处，照度35000，2万照度以上的高效照射范围有25厘米。看再多的数据都不如直接看多肉的状态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左边是52天前，右边是灯下52天后的效果。冰玉组元大利1号颜色最白，彩虹的透亮度也不错。
瑞士在这一次发挥欠佳，冰魄组彩虹的糖心最明显，元大利1号也不错，另外2个就差点意思。晴川组整体颜色都开始褪掉了绿色，逐渐开始变黄变透，状态都不错，看你们喜欢哪款呢？50淋浴井一降温全都变得红彤彤的，这上色实在是太快了。对于容易上色的个体，灯的差距就没有那么大啦。苹果奶酪组彩虹这次表现稍微差点意思，另外3个都开始变黄了。苹果奶酪本身就不是特别爱红的品种，所以上色不是特别明显，灯的差距也没拉开。翡翠流星这组的表现都不错，除了元大利1号可能因为正在分性，糖心不是那么明显，另外3个的糖心都很明显，叶片也都变得粉粉嫩嫩的，真好看。多肉想要上色，充足的光照只是3大要素之一，还需要合理的控氧和低温温差。天气这么冷，你的多肉上色了没有呀？你的多肉是不是开始穿裙子、摊大饼，叶片稀稀拉拉，窜成豆芽菜，脖子长的像长颈鹿？莫慌，12年养肉经验，一个视频帮你让你的土长多肉逆袭胖又圆。你以为多肉土长的原因是水多了、肥大啦、土不好，其实多肉土长的元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缺光，光照不足。多肉拼命的伸长脖子去够光，摊开来是为了增加受光面积，褪色变绿也是为了加速光合作用，这都是多肉满满的求生欲啊！下面说一个残酷事实，多肉土长唯一的拯救方法就是给它充足的光照，没有充足的光照，一切都是徒劳。你断水，多肉会干死，或者土长之后再干死。没有充足光照，你用高颗粒土，多肉会变得又瘦又小，最后还是颗豆芽菜。没有充足光照，你给它砍头，它只会变成多头长颈鹿。什么是真正的充足光照？户外无遮挡，直射光，全日照，6个小时至少。已经土长的多肉到底该怎么拯救？你先记住这3步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最重要就是增加光照，从阳台里面挪到外面，从北面挪到南面，给多肉一个适应的过程，循序渐进的增加光照。你给土长多肉突然暴晒，它也受不了啊！实在嫌弃这个回不去的长杆子，也可以给它砍头，记得给剩下的部分留点叶子啊，光杆司令自己可不太好活。砍下来的头晾干伤口之后，可以重新扦插。不砍头的话，还可以给土长的多肉理发，用剪刀或者小刀去掉2/3的叶片，或者直接摘掉下面穿裙子的叶片，还可以在上面扎点洞洞。总之就是加速叶片的消耗。来，我们来复习一下，拯救土长多肉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光照。把你们的长颈鹿多肉发来看看。介壳虫、化水、黑斑、掉叶子。心心念念盼到手的多肉，一开箱就翻车。多肉开箱的惨剧到底如何收场？12年养肉经验，今天3招帮你解决。首先，第一时间拍照拍视频找商家售后养，多肉不用退，你就想试试这些多肉到底该怎么拯救？快来看看该怎么做。第一招识别。多肉开箱第一时间检查叶片缝隙、杆子和根系，最难发现的便是介壳虫，白色的是成虫，黑色的是幼虫，黏糊糊拉丝的是它们的小房子，经常藏在叶片中间，很难发现啊！处理不好，把家里的肉肉也一起遭殃。黑斑、化水、掉叶子都是很容易观察到的。第二招，杀菌杀虫。介壳虫我们可以直接徒手抓走，务必每一个叶片的缝隙都挨个检查。活体的介壳虫用高锰酸钾是杀不死的，我们用75%的酒精喷洒，肉眼可见的它就失去了生命力。就这么办，用一样的方法把整颗多肉上的介壳虫都干掉。化水长黑斑的叶片通通摘掉，端上一锅清水，加入火锅底料，是高锰酸钾，然后开始涮肉。30分钟后取出，放到通风良好处晾干。晾干后检查没有问题，就可以正常休耕上盆了。第3招，观察曾经有虫有病的多肉，记得单独养护2个月，重点观察它们的发展情况。如果问题都没有进一步发展，我们就可以跟大部队一起正常养护了。叶片化水的多肉，如果在后续几天还继续有叶片化水，可以试试砍头能不能救一个顶盖。如果叶片没有再继续化水，你又获得一颗好肉哦。最后来欣赏一下黄先生多肉植物家美美的大桃蛋吧。还有什么开箱问题，快来问吧。多肉的叶片到底喜欢插进土里还是放在土上？42天的叶插实验，让你2分钟学会多肉叶插。湿润组土一直保持湿润，干透浇水。下面我们来快速统计一下叶插发根发芽的情况。
干燥组浇水间隔7天以上。多肉喜欢的叶插方式你看出来了吗？我来给你总结一下，价值10个拉布布，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从发根率来看，无论是潮土还是干土，插进土里还是放在土面，最终都会发根。发芽率来看，有湿度的土发芽率遥遥领先，在土下的生长点反而比裸露的生长点发芽率更高，芽点在土中的化水率略高，潮土却没有比干土更容易化水。多肉叶片生长点浅埋，至少接触土壤，保持土壤湿润，根系尽快喝上水，让叶片快速进入生长期，发芽就会更快。叶片化水无法100%避免，调整心理预期，不要过度担心哦。多肉叶插你学会了吗？快来评论区提问吧。权力的游戏里，你要么赢，要么死。多肉3大色素也是一样。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今天带你拆解多肉上色的原理。多肉上色之权力的游戏。多肉自带3大色素：叶绿素、光合作用炮灰。多肉靠它合成有机物，生存全得靠它。花青素，多肉植物保护伞，保护植株不被晒伤。它的本质是红光反弹器，红光强它就会强。类胡萝卜素是叶绿素备胎，在低温或高湿等极限环境下替代叶绿素做光合作用。下面我们来看看在多肉上色的过程中，它们3个都在干嘛呢？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氮肥充足，温度适宜，水分够喝，这时候叶绿素就会增多，多肉就会变绿了，俗称生长期。如果到了秋季温度变低，水和氮又没有这么充足，类胡萝卜素就会替代叶绿素出来完成光合作用。因为类胡萝卜素是浅黄色半透明的，这时候的多肉就会显得透亮美丽。如果温度继续走低，营养又缺乏，花青素就要出来当遮阳网了。花青素只在叶表存在，防止强光大量破坏叶绿素。刚开始上色的多肉大都表面红里面绿，看起来就有点像传说中的猪肝色。再经过一个4季的轮回，随着营养的消耗，多肉的叶绿素逐渐被代谢掉，这时候你多肉的颜色就会越来越艳丽了。这就是多肉3大色素操控多肉上色的真相。你现在知道多肉上色需要什么了吗？没错，低温、强光，还有长时间的代谢。多肉上色这场权力之战不可操之过急，你的耐心就是最好的照顾。快来上晒你们5颜6色的多肉吧！你养多肉，黑腐、化水、乱根，问就说你通风不好。到底什么叫通风好啊？用我12年养肉经验带你真切地理解通风一个残酷事实。你的阳台开着好大的窗，为什么你的多肉还是化水？多肉摆着密密麻麻，总有几个在空气流动的死角。还有个更残酷的事实，每一次化水的多肉土都是湿的。你想想是不是？你这盆里的水多长时间没干啦？下面说的很重要，你先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我现在在室外，头发都要被吹飞了，通风100分。当我走进了室内，大房间、大空间，感觉不压抑，这里通风60分及格啦。当我走到窗边，感觉有风吹到脸上，这里通风可以打80分。以上环境通风基本达标，户外大于窗边，大于房间里。你以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通风你就高枕无忧了吗？下面说的更重要，解锁多肉零伤亡的通风公式：配土加浇水加环境加其他细节等于2天内可以干透，以上则为通风良好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室外露养，那就控制浇水的量，并且提高土壤的透气性。如果你实在管不住手，每天都得来点水，那就把风扇开起来，只要土干得够快，浇水就可以随心所欲。如果不喜欢颗粒土，就切记浇完水拿去外面吹吹风啊。想要万无一失，小细节也要做到位呀。盆选择透气好的，肉摆放的密度稍微疏松一点。通风是多肉对原生环境的乡愁。现在立刻马上去检查你的多肉土干了没有。万万没想到，
原来涂面这些白花花的盐霜对多肉的伤害这么大，我的多肉都烧根僵苗了，快来看看如何急救和预防。有盐霜的多肉明显生长受到了限制，给水之后它也不能饱满起来，典型的根系不好呀。而这盆没有盐霜的，看起来是不是健康多了？盐霜是土壤中的钙、镁等矿物质在土表结晶而形成的碱性残留物。那么盐霜产生的主要原因无非就是一、矿物质摄入过量；2、矿物质无法被水流带走。针对以上原因，我总结了急救3部曲。第一步，重新来过，给僵苗的多肉换盆换土，把这些烧黑的根系和枯萎的叶片都处理掉，让它能尽快发出新的根系，用全新的土给这些多肉上盆。旧土你可别着急扔呢，可以用镊子或勺子把土表的盐渍土挖走，这样你可以看到下面的土还是好的。我们把剩下的土倒出来，去碱化之后还可以重复利用。花盆里的盐碱可以用小刀或者镊子给刮下来，干的时候更好刮哦，不贵的话直接丢了吧。急救大法第2步，刮盐法。如果多肉植物的根系问题不大，我们就直接将花盆表面的盐碱土直接刮走。你别说，这过程还挺过瘾的。第3步，大水浸泡，在软水中浸泡1个小时左右，拿出来流干多余的水分，这样可以冲走大部分土壤里面的盐分。为了防止以后少出现这些盐霜的烦恼，我决定第1，用软水浇花；第2，每次浇水的时候要浇透，底孔里的水要流出来，托盘里积水的时间不要太长，让土壤里的水分尽量的向下流走，而不是从土表蒸腾。第3，远离农肥，如果一定要施肥，还是用多肉专用的混施肥比较好。4，定期给土壤表面翻土，去掉这些可恶的盐碱颗。第5，花盆周边的盐霜可以直接用手抠掉，它对你只有美观上的影响，没有实质性影响，别太担心了。第6，可以试试看加入硫磺粉或者其他酸性物质，降低土壤的 pH 值。不要加多点，不然要酸死了。快去检查你的多肉有没有盐霜，拯救你的多肉。夏天多少度就不能给多肉浇水啦？为什么有人38度还在任性浇水？我才33度，一浇水多肉就嘎。13年养肉经验，今天一个视频教会你如何看天气预报判断该给多肉怎么浇水。首先，你的肉是不是软了？捏一捏，肉软了，那就是缺水了。其次，打开你的手机天气预报，看看未来3天的天气气温情况，对照下面那张表。21到33，看起来似乎30多度，但是因为夜间温度低，升温需要的时间长，中午真正30度加的时间其实非常短，这样的气温就可以正常的给多肉浇水。浇透、浸盆、盆底蘸水法都可以使用。如果能在浇水之后给多肉开风扇，那可真是锦上添花呀。27到33，虽然同样最高是33度，但是因为夜间温度较高，那白天30度加的时候的时间就会比较长。温差小的地区通常湿度不会太低，所以在这样的气温下，建议使用盆底蘸水法，可以在蘸水之后开风扇，能开空调那就最好。30到38这种最低都高于30度就属于极端高温天气了，必须立刻断水。风扇推荐24小时都开着，如果能开空调，多肉的存活率会更高。南方3伏天最常见的温度是最低在28、9，不到30，但是最高多少度都有。那该如何安排浇水呢？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，简简单单养美肉。天气预报写的最低温没到30，但是通常多肉所在的阳台或者户外，因为有阳光的加持，能够低于30度的时间都非常的短，所以这样的温度也等同于必须要断水。多肉度夏具体的浇水方法往前翻一篇就能看到啦。多肉度夏浇水，1看多肉，2看天气，你学会了吗？下期讲夏季如何给多肉养根护根，记得回来看。夏天来了，还想疯狂买多肉，一看播播间每个多肉都秀色可餐。又听说多肉度夏难，夏天到底能不能买多肉？买了怎么养？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教你不当大冤种。天气都30多度了，你离开空调房都受不了，还要让肉肉去你家受苦啊？什么？一定要买？那行，下面我说的你可要记好了。多肉能不能度夏，就靠这些，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第1，避开夏必死的品种，茎叶、绿蝶、小红衣、熊童子、山地玫瑰，还有圆滚滚。第2，要求卖家带盆土发货，别修根，别换盆。到手第一件事，防黑死的药滋打一下。第3，前7天不晒太阳，不浇水，发现多肉开始反绿了，说明它没有进入休眠状态，就可以跟其他多肉一样正常养护了。第4，别寄养。商家提供夏天免费寄养服务才是最大的坑。你花了钱买了肉，
看不见摸不着，解不了心头的相思，天天勾着你看直播，你猜怎么着？除了让你继续花钱也没啥了，等到秋天才发现家里根本放不下了，又或者当时的心头好，现在发现已经不爱了。最后听我一句劝，大夏天呐，咱能不买就不买。肉肉虽然价格不高，也是你费心费力满怀期待把它接回家的吧，好好善待手里养着的肉肉吧。评论区留下你们夏天的肉坚强。多肉颗粒土谁家强？最近圈里超火的3款颗粒土，用我12年养儿经验买来测评一下。开箱包装对比。第一个降尘自封袋包装，微潮赠送的泥炭土可以自己按需配比。第二个0号土赠品松林智石泥炭土，第一次见到颗粒土用真空包装的。第三个丑土是腐殖土，几乎没有颗粒，耗子搞的养菌流，养护新思路，先帮你们试试水。第四个锦仙园自用了几十袋，这个只有颗粒，需要自备泥炭土。上称看一下有没有缺斤少两的。倒出来看一下颗粒，降尘的颗粒还是比较均匀的，大部分是软颗粒，粉化有一点点不是很明显。0号土真空包装确实没白费力气，粉尘非常的少，颗粒非常均匀干净。丑土主要是腐殖土，颗粒比较大一些。锦仙园明显是有软颗粒和硬颗粒的，颗粒均匀度也不错。拌土小技巧，我们平时说的颗粒比是体积比，不是重量，而且体积比根本不需要测量体积。具体操作就是找一个杯子，1杯颗粒，1杯泥炭土，颗粒比50%，再加半杯颗粒，1.5杯颗粒加1杯泥炭土，颗粒比60%，再加1杯颗粒，2.5杯颗粒加1杯泥炭土，颗粒比大约71%。这不是超简单的？搅拌均匀之后，加上小白、小粉，防菌又防虫，用多少配多少，以防药物失效哦。来看看4款土搅拌均匀后的样子。颗粒土好不好，得让多肉来说。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，新手养肉不踩坑。准备好4组多肉，光速上盆，你们4组一起照灯，一起喝水，记住他们现在的样子哦。你最看好哪款土？戳评论区说说看。